老婆，你咋变了呢？我都在外头浪了1星期了，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呢？以前你可天天追着我打电话，现在怎么连动手都不想动手啊？你以前不是一直嫌我烦吗？老觉得我电话打得太多了，咋的？咱俩还不如路人是吧？我这不想着回家和你亲热亲热吗？结果你头也不抬一下，这是啥子道理呢？离开了你，我还就不能活了吗？你这无厘头的话语。我不过是想让你多关注我一点而已吗？今天你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还擦了点化妆品，是想去哪儿嗨皮呢？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结果换来的是你对我嗤之以鼻，现在我得去找闺蜜溜达溜达。啥子闺蜜呢？我有几个闺蜜，你还不知道吗？瞎操心啥玩意儿吗？现在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哪儿都别想去，我忍你已经憋屈很久了。我老出去浪几天不回家，你看我都不在家，你也不给我一个电话，你就是对我毫不关心。我一回到家，你也是爱理不理的。今天要去约闺蜜去逛街，明天又说要和同事去看电影，你到底想干啥？只要我一踏进门，你立马就变身成夜猫子，咱俩连个说话的功夫都没得了。你说这还是夫妻吗？这跟单身狗有啥区别？当然有区别了，结了婚之后有人给你烧饭、洗衣服，还能帮你扫地、拖地板。你要是觉得这些就跟找个保姆似的，那你可错了。每天我一回家，你就要冲出门，家里跟冷清的庙宇似的。那我需要你陪的时候，你总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回家。当你需要人陪的时候，你又凭啥要求我必须时刻待命呢？明明我嫁给你都这么多年了，你又是怎么对待我的？你又是怎么回报我的？你常常几天几夜不着家，我想要你陪我的时候，你不是要陪你的哥们去胡吃海喝，就是要和你的损友搓麻将。每次我要回娘家，我请你陪我一块去，求你10次有9次，你总有借口不去。我可不爱吃你娘家做的菜，实在难以下咽。再说了，你家离咱家有1000多公里，坐车我也累得慌，飞机倒是可以，但我也给你钱了，你自己坐车或者飞机回去，不也是一样的吗？我驾照早就搞定了，就算你现在想陪我回去，我也不稀罕了，不跟你扯淡了。我跟我闺蜜约好逛街了，晚上就在外头吃了，你就自个做饭吃吧。老婆说完就走了出去。晚上12点，老婆回家了，老公开着电视还没睡觉，就酸溜溜的数落老婆：你还知道回家呢？瞧瞧现在几点了，我从中午到现在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就是在等你做饭给我吃。我临走时不是已经告诉你了，晚上不在家吃饭吗？你一天不着家，半夜才露脸，咋就不能给我拨个电话发条短信啥的呢？手上拎着那些东西，估计得花了不少钱吧？这些都是谁给你购买的？我又不是闲人一个，为啥要人家给我买？这些都是给我爸妈带的，花的是我自个挣的工资。我现在好累，不想跟你吵架。我这都5年没回家看我父母了，他们身体越来越差，所以我打算回娘家探望探望我父母。老婆说完就往卧室走去。你给我站住，别跑！今儿得说个清楚明白，你这到底是啥意思呢？是不是在报复我以前那样对你？这有啥可吵的？不就是我没陪你回娘家吗？不就是几天没回家吗？这有啥新鲜的？你这是在跟我置气吗？当年你可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怎么你现在跟之前翻脸不认人似的，对我还冷冰冰的？当年你可不是这样，你总弄一大桌子好吃的等我回家吃饭，顺便咱们还能唠叨家常，有啥忙我就使唤你。我要是觉得闷了，你总能陪在我身边，家里来个亲戚，你也特热情的招待。现如今一说有亲戚要来，你就赶紧找借口跑了。以前放假时候，你都愿意陪我回老家看我老父亲老母亲，家庭聚会时你又勤快，一个人就能搞定20-30人的饭。现在我让你陪我一起回去看我年迈的老爸老妈，你就是找各种借口推搪。现在我就想抱你一下，你竟然躲开。你今天赶紧给我说明白，你是不是就想抛弃我们这段婚姻了？老婆直接走向卧室，完全不理会老公。老公被气炸了，一把夺过妻子手上的包包扔到地上。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真的不想过了？不想过，明天咱就去离婚。行，明天就去离婚。你怎么答应的这么痛快？你是不是心里早就没我了？要不是为了孩子，我早就和你离婚了。你这样的老公和没有老公有啥两样？要不是舍不得让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里，我早就跟你把婚给离掉了。当年我连家都不顾，就这么毅然决然的嫁给了你。要不是怕他们担心，你真以为我都离不开你了？这些年来，家里的一切都是我撑着，你到底有啥用？
当年我确实挺爱你的，费尽心思的给你做你爱吃的菜，等你下班回家吃饭。生日和结婚纪念日的时候，我总会给你个惊喜。可是你呢，只会给别人买礼物。我的生日和结婚纪念日，你可是连礼物都没给我送过，也没给过我任何惊喜。你过生日的时候，难道我没给你发88块钱的红包吗？别人家过生日，你不也送礼了吗？那不也是为了以后有事能求他们帮忙吗？你对朋友真是大方啊，红包直接就是8800，还有各种名牌香水和包包送，对我却只有88块钱。你翻以前的旧账是图啥呢？我不都和你解释清楚了吗？那是我的一个女性客户，当然要好好维护客户关系了。你瞧瞧你现在气急败坏的样子，你问我结婚和单身的差别，我也想问你结婚和单身的不同。我嫁给了你，你陪过我了吗？关心过我吗？为咱家做出过什么了？你在外头上班，那我就不是天天要上班吗？为啥家里的活全是我一个人干呢？你要么就是不在家，要么就是一到家就躺在沙发上啥也不管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而且还在生活中处处给我压力。每天下班回家，我就得开始做饭、收拾家。你一到家，只要看到家里有点乱，你就骂我。孩子发烧，你也能当作没看见，不是玩游戏，就是和朋友出去浪。有时候工作上我遇到烦心事儿，找你倾诉的时候，你就只会说一个女人在家做这些，带好孩子，伺候好男人就行了。你爸妈还一直催我们生第3胎，咱们没生，然后你妈就在外面瞎传，说我身体不行。你这个大孝子，结婚这些年来啊，一到休息天，你就让我非得陪着你回去陪你爸妈吃饭。到了你爸妈那儿以后呢，你爸妈家的活，打扫卫生永远都是我一个人干，你们全家就坐在那等着吃饭。他们每2礼拜最少就要请客3回，每次最少都有20多号人来，每次都只是我一个人在忙活，还要伺候你们一大家子的人。你还翻以前的那些烂事了，还有完没完了？翻以前的那些破事有啥意思？真是瞎操心。我瞎操心？当初你是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会一辈子对我好，我为了你还跑那么远嫁过来。生我们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因为是丫头片子，你爸妈连看都没看我和孩子一眼，更不用说照顾我坐月子了。第2胎终于生了个大胖小子了，可是你妈还是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不肯照顾我坐月子。这些你明明都知道，可你就是装作不知道，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些。在我坐月子的那段时间，你每天都要出去花天酒地，经常在外面过夜不回家。我也曾跟你吵过闹过，可是你却不理我，你还想要我怎么样对你？坐月子的那段时间，我不是花钱请了一个保姆专门给你做吃的吗？那是因为我跟你闹过之后，你自己懒得做饭，所以才请的保姆给我做饭。是不是你想的太多了？我要赚钱，肯定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不可能随时随地跟着你。这根本就不是我乱想的问题。每次在我最需要你帮忙和支持关心的时候，你总是对我冷言冷语。这不仅仅是在我坐月子的时候，就连平时生活中，你也没帮我做过啥事情，都是我一个人在撑着。我每天在外面忙得鸡飞狗跳，工作压力大得像是背了座山，你咋就敢把所有的麻烦事都丢给我处理呢？这房子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吗？既然这房子都得靠我养着，那你还有啥用呢？不过是想你也能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罢了，你又咋地说忙着工作呢？我们也没花你什么钱啊。孩子的琐碎事上你也一副冷淡模样，连问都懒得问问孩子的事情。接孩子放学，辅导孩子做作业，去学校开家长会，这些事情你有参与过一次吗？为啥你老喜欢纠结这些渺小的破事情呢？我就这么不堪吗？我还真不想听你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。以前的事情现在翻出来有啥意思吗？再说了，我是个爷们，当然得把事业当成头等大事了。你这娘们就该把家庭摆在首要位置。我不仅把家里所有的家务活全包了，还和你一样上班挣钱。我以后也不再绞尽脑汁做美餐等着你下班回家，也不再天天晚上等你，等到个2、3点你都不见人影。我和你之间，我对你可是尽心尽力，可换来的却是你的冷脸相待。现在我也明白了，往后我都不会再操这份闲心了。你就算是7天不回这个门，你就是过7年不回这个门，我都不会给你打一个电话。每次吵的时候，你从来就不曾道歉。你明明心里清楚，吵完架我都会很难过，可你还是那么冷冰冰的对我。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往我头上扣，让我一度怀疑我自己痛苦又失眠。可你对我永远都是冷言冷语，而有责任心的男子汉遇到问题肯定会面对面的分析解决，不像你这样忽略问题，甚至是推卸责任。
夫妻过日子哪有不遇到问题的？确实没有不遇到问题的，可遇上问题你却不说、不弄、不回应，只是冷眼旁观。你说这样的日子还怎么过下去呢？你的这种说法也太夸张了吧！你准是没看见我的好处，眼里永远只有我的臭毛病。我为这个家也没少操心啊，房贷这件事不都是我来偿还的吗？我觉得我可算是够尽力了。哼，你说你除了还房贷，你还干了啥好事了？你每次下班回家就像个大老爷们似的，家里的琐事全是我一个人包揽。说到孩子学习这些事，你永远都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，只顾着自己舒坦。以前你可是常常夜不归家，甚至连着好几天不见影子。我也在你面前跟你哭过闹过，但一点用都没有。现在我真是累坏了，啥都懒得管了，给你自由，你反倒怨我对你不关心。虽然我有时候确实爱玩了点，有时候甚至好几天不在家，但你做啥事情我可没拦着你呀。有时我还知道你要出去逛街，主动给你发红包，你到底还想让我怎样？你说夫妻之间不就是这样吗？咋就你事情那么多呢？好了，我不跟你扯了。都这时候了，你还这么理直气壮？婚姻嘛，就是要两个人相互理解、相互沟通、互相付出才能走长远的。你要是想离婚，那咱就明天去搞好手续吧。这样的日子我也受够了，离婚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。看到这里，大伙儿觉得这对夫妻的婚姻还有救吗？是不是真该把婚给离掉呢？